好，这个圆还是挺大的。这个花画的这个圆哪里都没有关系，我们就画在这个边上就可以。第一朵就画在这个边上。好，我们还是一样，先蘸一下底色，轻轻的蘸一下就可以了，不要蘸太多。好，我们先调这个藤黄，把这个藤黄均匀的调一层，在笔的1/2的地方调均匀哈。每一次的颜色一定要调均匀，就是这个笔是要睡在这个盘子里调，把这个颜色慢慢的晕上来，由深到浅的这种变化啊，由深到浅的变化。然后我们再调这个鹅黄。鹅黄调到笔的1/2的地方就可以了。好，笔尖稍微的沾一丁点这个赭石，不要太多了，就笔尖稍微有一点点这个赭石就可以了。好，我们这朵花从这里开始，我们先画出这个第2层的这个中间这一部分的这个小碎花瓣，笔尖要不停的加这个深色。笔尖要有深色，你才能有这种层次，有这种颜色的这种层次的变化。现在我的笔上的水分是有点点大，有点点大，但是不影响啊。那这个花型，这个花瓣的形状可以多变啊，想怎么画都可以。就是我们刚刚说的，你的笔你能走出怎样的形状，你能画出多少种形状都可以画出多少种形状，它没有定数的，没有一定说你要画出这个正瓣啊、反瓣啊这种形状去，而是都是一些碎花瓣，都是各种各样的这种碎花瓣去组成。好，继续补充颜色。好，有一些地方这个花瓣它是比较长一点，你看这种各种各样的碎花瓣，你的笔能够画出多少种这个碎花瓣，你就画出多少种这个碎花瓣，反正它都是这种碎花瓣的组合。就可以比较随意的去画，就要大胆的下笔，大胆的去画。好，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我们画的话，那因为这种碎花瓣，其实你画的快一点，它会更加好一些，它会更加显得灵动一些。如果画太慢了，因为笔上的水分够多哈，就是慢了可能还没有那么好掌控。来，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现在慢一点哈，尽量慢一点，笔上不停的要补充这个颜色啊。好，这种各种各样的，大家可以看得到，我画的时候没有什么规律性的哈，没有规律性，就是它就是你就比较大胆的、比较随意的去画就可以了。好，我们要画这个是中间的这一部分，那我们基本上我们现在要画这个上面的部分的浅色部分了。好，我们这个中间部分，我们再画一些这种跳出来的花瓣。这个大花瓣里面会有一些跳出来这种小的这种小一点的这种碎花瓣啊，不然整朵花的这个下面就是直接就到了这个大花瓣，我们也来一些这种小的碎瓣跳出来。好，下面也会有一些这种小的碎花瓣，然后我们再画这个上面这一层，上面这一层的颜色它是更加浅一点，浅的颜色你的笔上就蘸一点点这个藤黄或者是鹅黄就都可以。
然后我们刚刚说了哈，这个虚的花瓣，第一层是这个虚的，我们直接用笔去点它，看到吗？去点它，点出长短不一样、大小不一样的这种花瓣来。好，现在我们的笔肚上没有底色了，没有底色，我们用这个笔肚轻轻的去沾一下这个底色，不要沾太多了啊，沾一下，然后笔尖稍微沾一丁点鹅黄。好，这个虚的花瓣啊，这个现在是画的这个虚的部分，我们直接这么去点它就可以了哈。各种各样的笔法，我们就去点它。刚刚说的点大一笔、小一笔，这样子去点它。那么偶尔可以有一些这种大的笔，大一笔、小一笔的去点，点出这种虚的这一部分啊。这个笔肚里面没有底色了，我们再去蘸一点点底色，笔尖上稍微沾一点点藤黄或者是鹅黄就可以了。好，笔尖上蘸一点点藤黄或者是鹅黄，去画出这个花的这种碎花瓣。我们也可以反笔来画，就是反笔这样去画这个碎花瓣。就主要把它这个外形呢，这个外形画好。好，这个虚的部分我们就画这么多哈，隐隐约约看得到这个虚的部分。我们到最后我们还会去调整颜色。为什么这个花它会灵动？就是因为要这种颜色的层次的这种变化，它才会显得灵动。好，那我们现在画这个下面的这个画的这个底下的这个大花瓣，底下这个大花瓣，底下大花瓣我们底色又要另外调一下，底色我们要变一下。我们把这个底色倒在这个盘子里。然后里面加一点胭脂哈，再加一点胭脂进来，再加一点胭脂。好，这个底色里面再加一点胭脂，然后加一点三绿。好，另外一个盘子里有一点三绿，我们直接来加一点三绿进来。加一点三绿和胭脂，不够哈，三绿还是不够，我们要直接挤一点三绿出来。好，把它调成一种灰灰的颜色哈，加三绿和胭脂，把这个底色调成这种有一点灰灰的这种感觉。好，调好之后，一样的刮掉笔上多余的水分，刮掉笔上多余的水分，然后我们还是一样的去调色，还是一样的先调这个藤黄。那么我们现在要调上一点哈，颜色我们要调到2/3的地方，因为我们要画这个大花瓣，把颜色调上一些，调到2/3的地方。好，我们然后再调这个鹅黄，鹅黄就调到1/2的地方，然后再调这个赭石。笔尖调这个赭石，我们看一下颜色够不够哈，不够的话我们需要加其他的颜色，够的话我们就不加了哈。颜色够的话我们就这样子去画，好吧？来，我们首先来这里画一个大花瓣啊。笔尖补充一点颜色。好，这里来一个大的花瓣。好，再补充颜色，补充一点点鹅黄，笔尖补充一点赭石。
好，这个花瓣让它过来。好，让它破边，这一块让它破边。好，笔尖再补充一点赭石，笔尖的水分还够的话，我们直接补充深的颜色；如果不够的话，我们就要加底色了。好，来这里补充一个。好，这一个花瓣不是说很大。好，这里补充一个之后，我们在这里再来一个。好，还是一样，先补充一点颜色，补充一点鹅黄，然后再去补充这个赭石。赭石要调深的，在这个笔肚里面。好，我们这个花瓣就是这个两笔组成的这个花瓣了。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两笔来组成的一个花瓣。好，这个缝隙里面我们还是填上这个赭石的颜色。好，这下面这个大花瓣啊。好，这里会有一个正反瓣的组合，然后这边再来一些这种反瓣的这种感觉。两个反瓣，两个反瓣中间我们来一个小的，这两个我们画的差不多大，那中间来一个小的，让它有多一点这种层次感。好，我们画了两个反瓣之后，我们去补充里面的正瓣就可以了。现在我们这个笔上没有底色了，没有底色，我们用这个笔肚轻轻的去蘸一下这个底色。好，我们继续调色，先把这个藤黄调到我们画这个大花瓣可以调上一些，可以调到这个2/3的地方，然后再调一些这个鹅黄，笔尖蘸一点赭石。鹅黄现在也可以调多一点啊，笔尖调一点赭石，画大花瓣的时候颜色稍微深一点点。好，我们在这里把这个反瓣这里这个正瓣给补上。这个大花瓣我们可以这个笔往下碾一些，可以让它，而且画的时候这个边缘要有灵活一点，不要画得太圆了。好，补充一点颜色，继续把这个反瓣里面的正瓣继续补充。补充一些颜色。好，继续补充这些缺口的花瓣。补充一点颜色。补上一个小正瓣，让它有一些长的，有些短的，不要全部都是一样长。然后这个下面这个空这个缝隙，我们再看一下补一下什么样的花瓣。好，补一下这个反瓣。让它有一个躲起来这种感觉哈。里面有一个正瓣的这种感觉。好，我们看一下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我们再来加一个这个大的花瓣。来，颜色补充颜色，先笔尖上补充，笔肚里面补充一些这个鹅黄，
然后笔尖上蘸一点这个赭石，笔尖上蘸赭石。好，我们来这里画一个这个大花瓣。好，这个大花瓣，笔尖再补充一点颜色，笔尖上再补充一点赭石。好，这一个大花瓣。好，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层次啊，因为我们看这一朵花，整朵花的话，它是不是有点偏？有点偏，这里的花瓣已经很够了，已经很多了。然后这边是不是还少了一些花瓣？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再去补充一些花瓣。笔肚如果干了，我们用笔肚去蘸一点底色，稍微的轻轻的蘸一下底色。好，我们这里来一个花瓣。好，这个下面加花瓣的时候，我们要慢慢的去加哈，慢慢的去加。笔尖上补充一点点深色。笔尖上的颜色没有调匀，看到了吗？大家可以看到，像这样子就是没有调匀哈，这样子这个颜色的深浅变化太明显了，就说明是没有调匀的，所以我们要再补充一点点，就把它调匀一点点。好，这后面来补充一个花瓣。来，再看一下这后面还要不要继续补充花瓣？加一点点赭石。这边我们再来补充一些花瓣啊，这里我们可以补充一些长一点的这种碎一点的这种花瓣来。就是不一定说按照这个实物的这个样子去补充。好，笔尖上再补充一点赭石。其实这朵花像这样子也差不多了啊，也差不多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方，再来补充一点。好，把它直接到边，直接到边，这里来一些小的碎瓣。那现在我们这一朵花基本上完成，那我们再看一下，我们再来调整一下，整个花型。我们怎么调整？调整一下上面，笔尖上直接蘸刚刚的这个深色的底色，笔尖上蘸深色的底色，反笔去调整啊，反笔去调整，让它透，让它整个画面显得透亮。这种透亮感怎么出来？这个就是关键啊，这个就是关键。这个底色里面是有胭脂，还有这个三绿的，所以它的底色比较深一点点。好，这个边缘会有一些这种碎的花瓣，有一些这种小的、长一点的，各种各样形状的，不要让这个边缘太圆了。好，我们中间有一些地方我们也补充一点点哈，稍微的来几笔，稍微的有几笔，这样子透过来。好，这种透亮感有没有出来？看到了吗？看到这种透亮的这种感觉吗？
好，基本上可以了。这朵花大概25厘米左右应该，因为我画的每一朵花基本上都是画25厘米左右。好，我们最后还要调整一下这个中间哈，把这个中间深的地方，我们再把它提一下，提得更深，让深的更深一点。我们要深的更深。好，我们把这个深的地方加得更深一点，让它更加这种层次感更加明显一些。好，把深的加深一点。这个就是3个颜色的层次变化。第一个层次，这个是虚的，物象是虚的，颜色是浅的，花瓣是小的。然后中间这个层次，物象是实的，颜色是深的，然后花瓣也是小的。然后外面这一层它是花瓣是大的，颜色它也是深的，它深的跟这个深是有不一样的深。所以说3种有这种颜色层次的变化，才能画出这种花瓣的这种很透亮的这种感觉来。好，这一朵花1朵，来我们这里再来一朵，这里来一朵这个红色的。另外一朵红色的，我们来调一个这个调第2朵花的颜色。第2朵花我们用是这个大红加藤黄，大红。大红加藤黄，我们要把它调和一下。把这个大红加藤黄把它调和。好，我们来画第2朵花。第2朵花是这个大红，这个是大红加藤黄，然后这个是曙红，这个是胭脂。我们首先把这个大红均匀的调一层，在笔的1/2的地方哈，均匀的调一层，而且是厚一点，不要调太薄了。我们这朵花大红色的花，它是比较红一点，然后我们再去调这个曙红。
好，这一个大红色的花，我们也是画这多一点这种小碎花，也是这个碎瓣的碎花瓣的这种组合。那碎花瓣它没有一个定义，没有说一定要怎么画，就是比较随意的去画啊。好，这个注意这个花的层次，我们这朵黄色的花是在前面啊，在前面，这朵红色的是在后面。好，我们这边可以画一些这种稍微长一点的这种花瓣啊。中间会有一点点这种正反斑的这种感觉，其实。好，继续来补充一些这个大红色，补充颜色，先补充这个大红色，然后再补充这个曙红，笔尖上再补充这个胭脂。笔尖上补充胭脂，让它颜色由深到浅的这种。这一笔看到吗？这一笔是没有调匀，没有调匀，它就有一个明显的这种黑色的这种印子。这样子就是属于没有调匀，所以大家调色的时候一定要调仔细，一定要把这个颜色给调匀了。颜色调匀了，你画出这个花才会好看啊。好，先补充大红，再补充曙红，再补充胭脂。这里再来一些这种小的碎花瓣，这个是没有底色的，这里会有一些这种碎花瓣，颜色3个颜色均匀的调开，由深到浅的这种渐变色，由深到浅的这种渐变色，
然后画的时候笔要随意一点哈，你直接这么去点它，直接这么去往后拖，就能画出这种花瓣来。好，画出这种碎花瓣的这种感觉，由深到浅的这种变化。先调大红，再调曙红，再调胭脂，它这个颜色的层次才会出来。然后后面这些小花瓣，你就这么去点它就可以了，直接往下拉。它没有说太多的这种笔法，没有说要怎么样去转笔，怎么去画，怎么正反半，怎么去画的规规矩矩的，这是不需要。就是因为这个花的话，它就是这样子哈，它就是一个碎花瓣，比较随意的这种碎花瓣去组成。这笔上如果说干的话，你待会儿就加这个什么，加水就可以了。如果笔上干了，太干的话，你就加水。现在我们笔画了这么多，画了这么久还没有加水啊，所以说这种大笔就是这样好，它锁水能力比较强，它能够装下这么多水分。如果说你用的这个笔太小了，笔度太短了，它肯定是装不下那么多水分。好，现在我们笔现在稍微有点干了，我们就加点水。我们用这个吸的，你用什么样的方法加都可以。我这样吸，往里面加一点水分进来，注入一点水分。好，我们再来继续调色。我们这个中间这一部分最深的，中间这一部分深色我们就画完了哈。那我们再来调大红，先开始再调大红，大红还是一样的，均匀调一层在笔的1/2的地方，然后再调这个曙红。笔尖稍微的蘸一点点胭脂啊。那这个上面的这个花瓣越来越浅了，颜色越来越浅，然后花瓣也会大一些哈。那直接这么去点它，它都是一个碎花瓣，我们就直接这么去点它就可以了。那这个黄色我们在前面，我们要注意这个层次，不要把它画到这个黄色的上面来了，所以这个地方要小心一点啊。这个红色这朵花它是在下面，在这个黄色的下面这个层次。好，继续补充一点大红，一点曙红，一点点胭脂。好，注意这个颜色的层次啊，这个花瓣的这种层次。好，这里上面有一些这种比较长一点的花瓣啊，比较长一点的花瓣，我们的笔就是这样子侧锋往上拉就可以。有的地方稍微来一点点胭脂，稍微有一些地方会有一点点深色的，来一丁点这个胭脂啊。一直点到笔上没有这个水分了，没有水分我们再加一点，再来笔肚里面再加一点水分进来。加了水分之后，我们还是一样，先调这个大红色，然后再调这个曙红。笔尖稍微蘸一丁点胭脂就可以了啊，不要蘸太多了。好，这上面的这一部分的这个虚的花瓣。上面这个虚的花瓣，我们直接这么去点它就可以了。
那偶尔来一个很大的这个花瓣，让它有这种大小的这种变化。直接这么去点它就可以了，看到了吗？就往上点。那这样子点它就有一种这种深浅变化了。然后我们回一下笔，有些地方我们回一下笔，笔尖上就是多余的这种深色，我们稍微的回一下笔啊。稍微回一下笔，这个球这里已经画完了。那你现在看到了这个颜色层次吗？我们家人，你们看到了颜色层次吗？有没有层次感？这个颜色有没有层次感？这2朵是一种类型的，然后下面还要画这个大花瓣啊，下面还有几个这个大花瓣。好，我们笔上首先补充一点水分，水分干了，我们就要补充一点点水分，补充一点水分进来之后，来我们来调色，还是一样，先调这个大红色。现在我们的这个笔上的颜色要调到整个笔肚里面啊，因为这个大花瓣特别大，所以我们要用这种大笔。用这种大笔就好画这种大花瓣，你要把颜色调饱满，调到这个笔肚里面去，要调得很饱满，明白吗？颜色一定要调饱满，你没有调到位的话，你画不出这种大花瓣的这种感觉，明白吗？来，我们最后调这个胭脂，我们画这个下面这个大花瓣的时候，我们这个胭脂可以调多一点，好不好？调多一点。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来画一个大花瓣，在这里画一个大花瓣。两边补充一下笔，笔尖来一点，把这个没有画到位的这个空白地方再加一点。好，这一个大花瓣，那大花瓣旁边我们可以再画一些这种碎的花瓣啊，又来一些这种碎的花瓣。好，我们现在笔上又干了，我们画一个大花瓣，基本上这个笔上就干了。笔上干了，我们又要补充一点水分。啊，这个侧边来一个花瓣。好，这朵红色的花，通常这个摇黄它是比较小一点点，然后这个红色花我们会更加大一些。这里来一个花瓣。
好，这里来一个大花瓣。那我们再看一下哪里需要加花瓣啊？这个花在里面的这一部分，这个地方还要加一些这个花瓣。现在我得站起来了，不然我看不到这个整个这个画面。好，这里来一个，要把这个我们的这个层次要搞清楚，这个黄色的在前面的这个层次。好，基本上这一朵花就这样子在后面。然后我们看一下它的，如果说有些地方不够红，我们可以再加一下啊。这地方不够红的话，你可以加一下。好，这边的碎花瓣我们再来加一点点，让这个缺口不要那么深。回一下笔啊。就不要它那么白啊，稍微扫一下，不要它那么白。好了，这朵花，这朵红色的花基本上也可以了。颜色由深，这里是最深，这里最浅，由深到浅。然后这两朵花在一起，我们拉高一点看一下啊，拉高一点给大家看一下前部两朵花在一起的这种感觉，好不好看？来，这个深的地方不够深的话，我们可以再来补充一下。深的不够深的话，我们再来一点点墨，笔尖上蘸一点点墨来补充一下这个深色的地方。笔尖稍微蘸一点点墨，就在你的墨盘子里，蘸墨的这个盘子里边缘稍微蘸一点点就可以了。当然，蘸墨的前提是这个红色是胭脂和曙红是有的，然后再去蘸这个墨，不要直接蘸墨，直接蘸墨的话会有点灰。好，把这个地方这一块让它更黑啊，这一块让它更深一些。这个是最后的一个调整。好，可以了，基本上可以了。让这里稍微的提升一点点就可以了，让这一块稍微的提升一点点。好，这两朵花搭配一红一黄，